阻俄入侵，北约防空大升级，600架无人机，48枚导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克兰获神秘助力，正义反击。俄罗斯经济崩溃，即将步苏联后路。普京服软，邀特朗普莫斯科会晤。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这段时间，包括波兰、丹麦在内的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接连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侵犯领空。针对这一局势，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在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欧洲国家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波兰的海空中警戒任务升级为随时可进行交战的防空任务，同时强调北约务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保护，话里话外都是对俄罗斯频繁侵犯别国领空行为的不满。事实上，此前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利埃内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主张北约应该尽快改变防空任务的性质，从被动的警戒转向主动的进攻式防御，并透露立陶宛已将文件准备妥当，随时可推动相关议案的通过。此外，他还建议北约增加陆基防空设施和感应探测器等防空手段，从而彻底将俄军阻挡在外。拉脱维亚已将问题提出，那北约将采取哪些措施呢？根据北约此前对俄罗斯的警告内容，其升级后的波罗的海防空任务核心举措将包括建立情报、监控与侦察平台，以及配备至少1艘防空巡防舰。公开报道称，这些部署原本就是用来强化北约今年1月启动的波罗的海岗哨任务的，任务核心是协助保护波罗的海的关键基础设施。而当前俄罗斯的一系列入侵行为，恰好成为北约推动该防空任务升级的直接契机。对于北约突然的升级举措，装糊涂高手的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很无辜，称俄罗斯无意攻击欧洲。殊不知，他口中的无意直接造成了北欧最繁忙的哥本哈根机场因俄军大型无人机的闯入被迫关闭，导致了爱沙尼亚领空遭受3架俄国米格31长达12分钟的侵扰，北约多国被迫开启高度警戒。现在就算国外的文字想入境，都得先经过层层排查。更无耻的是，在拉夫罗夫表达完无辜后，居然又玩起了威胁论。他警告欧盟或北约成员国，一旦有任何针对莫斯科的侵略行为，必将遭到坚决回应。但这回特朗普没有站在俄罗斯一边，特朗普在讲话中直言，北约国家就应该直接击落闯入领空的俄罗斯飞机。既然人家都说要坚决回应你们的侵略，如果俄军侵略你们，你们也应该用武力坚决回应对方。对于特朗普的力挺，这回北约其他成员国把话听进去了，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的建议下，才有了上述的防空升级任务，以保障包括丹麦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领空安全，同时警告俄罗斯，若再予挑衅，北约将动用一切必要的军事与非军事手段自卫，威胁不成反被 X。 这回俄罗斯算是撞到北约枪口上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北约针对俄军入侵行为采取反击措施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展开了更大规模、力度的空袭行动。据法新社报道，上个月底，俄军向基辅发动的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这次空袭时间长达12个小时，俄军出动了近600架无人机，包括2架班德罗尔喷气动力无人机，以及发射了48枚导弹。遇袭地点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苏梅州等地，其中基辅遭受的袭击最为猛烈，大面积基础设备遭到严重损毁。显然，俄军此举是为了报复乌军打击俄境内能源设施的行动。然而，俄军没有预料到的是，有了神秘助力的乌克兰防空系统在当晚大发神威，来袭了598架俄军无人机，有566架被当场摧毁或压制。那2架班德罗尔喷气动力无人机甚至还没来得及露面，就被轰成2坨废铁从天上掉了下来。至于威胁最大的48枚来袭导弹，也被乌军各防空小组合力拦下了40多枚，导致俄军此次袭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一种花大钱办小事的味道。不过，对于此轮空袭，泽连斯基还是发表了一份声明，严厉批评了俄军这种卑劣行为，声称俄军用行动表明了他们不义的立场与贪婪的野心。从这番表态，我们不难看出乌克兰持续反抗的决心。反观俄军还沉浸在成功发动最大规模空袭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料到乌克兰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组织有效反击力量，因此也不会想到乌克兰的反击会来得这么迅速，这么猛烈。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上说，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后，仅几个小时，该州就连续遭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其他多地遭到大量乌军袭击，详细战报有待进一步澄清。不过，泽连斯基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军将继续对俄方进行反击。至于会反击到什么时候，霍利军认为乌军会一直反击到俄军承认战败为止。大家认同这个观点吗？反击到俄军承认失败为止，可能有朋友觉得夸张，但事实就是如此。首先，大家有没有想过，乌克兰为什么能够拦下包括班德罗尔喷气动力无人机在内的大量无人机？首先就是上面说的神秘助力。泽连斯基在9月27日曾透露，乌克兰已经从以色列那里接受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在乌克兰境内已投入运行了1个月。且乌克兰今年还会从德国再接受2套爱国者系统，爱国者正是帮助乌军抵挡俄军疯狂夜袭的幕后英雄。对乌克兰而言，这类防空武器是抵御俄军空袭的关键力量。其次，在进攻方面，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与特朗普达成了一份价值约900亿美元的超级军售协议，内容涵盖多种最尖端的武器系统。通过这份协议，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这也使其具备了打赢战争、收复全部领土的能力。因此说反击到俄军投降并不算脱离事实。最后，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俄军的袭击导致一枚炮弹击中了波兰驻乌克兰大使馆，虽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也足够引起波兰的震怒。现在的波兰已经成为北约对抗俄罗斯的前沿阵地。在领空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时，波兰是众多北约国家中第一个使用防空系统击落俄军无人机的国家，这也标志着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约成员国首次直接对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开火。随后，波兰还直接关闭了与白俄罗斯的边界，虽然之后开启，但这无疑表明了波兰对俄罗斯的厌恶态度。而波兰恰恰是乌克兰获得北约武器的主要中转站。目前，北约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大部分武器装备几乎都是先运到波兰，再通过铁路、公路运到乌克兰。波兰不仅提供运输，还主动向乌克兰送去坦克、防空导弹。在所有支援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中，其慷慨程度是能排在前几名的。这次波兰驻乌克兰大使馆遇袭，哪怕俄罗斯是无意为之，也可能成为波兰遭受攻击的直接证据。北约很可能借此启动集体防御条款，对俄罗斯采取行动。届时面对北约的天降正义，俄军恐怕哭都没地儿哭去。火力军甚至怀疑，不用北约出手，俄罗斯经济就会先扛不住，从而使其步入苏联的后路。据彭博社报道，为了维持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已经将自己的经济全面转入了军事化运转状态，及国内的大工厂全面转型，数十万名劳动力被投入到军事工业生产领域，一切部署都为战争开路。客观而言，这种模式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避免战时经济出现大幅衰退，但这也让经济转型变得尤其困难。毕竟，当战争结束以后，俄罗斯源源不断生产的坦克与导弹将何去何从？说一句，俄罗斯经济已经彻底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普京不是不想主动结束战争，而是不敢结束战争。根据官方数据来看，俄乌战争持续的资金投入给俄罗斯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2022年至2024年间，俄国国防开支累计约达2600多亿美元，加上未来3年的支出没有出现任何收缩的迹象，俄政府财政赤字的规模只会越扩越大。雪上加霜的是，欧盟与美国的制裁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几乎成为了压倒俄罗斯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了重磅声明，他表示，欧洲将在2027年前完全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一决定是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公布的，表明美国对欧洲这一决定持支持态度。当前，俄罗斯外贸收入主要靠化石燃料出口，但欧盟的第19轮对俄制裁方案对这一方面给予了特别关照，即新制裁措施不仅加强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对欧出口的限制，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俄炼油设施、石油贸易商以及第三国炼油企业的制裁力度。据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补充说明称，欧盟此前的一系列措施已导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量削减了80%，剩余的20%出口量主要由匈牙利承担。一旦对匈牙利的制裁落地，20%能不能还剩2%都是个未知数。除能源出口制裁外，资产冻结问题也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自从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欧盟与7国集团已冻结了俄罗斯近1半的外汇储备，冻结金额高达3000亿欧元，这一数额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一笔巨额资产。那这笔钱欧盟将怎么使用？
德国总理默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提议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用于向乌克兰提供约160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并计划在10月1日举行的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正式讨论该提议。如果提议顺利通过，普京就应该要破防了，相当于别人搬起他的石头去砸他的脚。正如乌克兰外长安德里·瑟比加对俄军发出的贴心警告，俄军的每一次袭击都只会让俄罗斯冻结的资产更快地用于乌克兰的防御。或许是真害怕了，普京近期向特朗普表达了愿意会晤的意愿，但是会晤的地点要在莫斯科。据塔斯社报道，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莫斯科会晤，决定权在美方。普京与特朗普上一次会晤还是在8月份的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普京用英语说下次在莫斯科，特朗普当时回应道有意思的提议，这很可能发生。现在普京再次发出会晤信号，估计是在提醒特朗普不要忘记他们的约定。那么普京与特朗普2次会晤是否会实现呢？首先，关于特朗普立场的转变，特朗普曾表示乌克兰应同意与俄罗斯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这时候的他还认为，结束战争的最好方式还是通过签署和平协议达成。不过，随着近期俄罗斯频繁派出飞机入侵阿拉斯加和多个欧洲国家的领空，特朗普的立场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表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特朗普在真实社交账户上直言俄罗斯是纸老虎，表示乌克兰在欧洲的帮助下完全有能力收复其所有领土。这一表态相当于特朗普改变了以往协议达成和平观念，开始不介意支持乌克兰动用武力手段，迫使普京接受谈判。另一方面则是武力问题，之前提到特朗普已经与泽连斯基达成了一项价值900亿美元的超级军售，不仅涉及传统武器，更包含射程达2500公里的战斧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项军购正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从这2个方面可以看出，特朗普已经失去了推动俄乌和谈的热情。那么特朗普婉拒莫斯科会晤的可能要大于欣然前往的可能。当然，除了立场的转变，特朗普还不得不考虑其他客观因素。首先是欧洲这边，北约一直担心俄美恢复外交接触后是否会达成秘密交易，通过牺牲欧洲利益换取俄罗斯在谈判上的让步。2次会晤可能加重这种怀疑，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欧洲便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方的关系。其次是对俄乌战场的影响，俄乌谈判已进行多轮，但因为普京的贪婪，始终无法得到一个共识。特朗普立场转变之后，对俄罗斯的态度更加激进，莫斯科会晤几乎更不可能取得更有效的成果，甚至导致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对美国支持其反抗侵略战争的力度产生怀疑。总而言之，无论哪个客观因素的影响，都只会给特朗普带来得不偿失的结局，他没有不拒绝的理由。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为什么现在普京才想起邀请特朗普会晤？火力军看来，这更像是某种服软。正如特朗普的纸老虎理论所述，现在的俄罗斯看似强大，实则一直处在内忧外患的局面。经济上，火力军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军事上，俄军疲态尽显。根据军文网站 Defense Blog 报道，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已向俄军交付了多架新型苏 35S 战机。战机交付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问题是，这是俄罗斯今年至少第5批苏35战机交付，几乎2个月就需要一批新的战机补充，反映莫斯科在俄乌战争中军事装备耗损极其严重，并给予补充扩大空军力量，以维持前线军事。反观反俄联盟这边，波兰主动攻击入侵的俄无人机，表明了北约的态度，不会介意对俄采用武力手段。乌克兰也已陆续获得盟友大规模的军援，并多次对俄罗斯采取的军事行动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无论是士气还是军事实力，都已经来到了一个巅峰时期。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焉能不败？据航空周刊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同意向德国军售400枚 AM-120D3 空空导弹，这是美国今年以来第10笔对外军售订单。据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已对外出口了4360枚该导弹，型号包含 AM-120C8、AM-120D、AM-120D3 以及增程版 ER4 款导弹，并依时间先后排序，分别为日本的1200枚 C8D3 型弹，澳大利亚 C8D3 型弹400枚，波兰 D3 型弹400枚，沙特阿拉伯 C8 型弹1000枚，另有土耳其 C8 型弹53枚，意大利 C8D3 型弹70枚，埃及 C8 ER 型弹200枚，芬兰D3型弹405枚，荷兰232枚 C8 型弹，以及德国的400枚D3型弹。而在2023年，台湾也向美国采购量200枚 AM-120C8 空空导弹，并附带100枚 AGM-88B 反辐射导弹，以强化 F-16V 的打击性能。如今，美国不到1年就同意出口超过4000枚通行弹，不仅是顺应东欧战局形势，也凸显该导弹的打击性能。
受到了北约国际联邦的广泛认可。据悉，这款由雷神推出的 AM120D3 相较旧型号更新了寻标器电路卡、处理器等硬体组件，并改良发动机、电池及软件数字化升级，其最大射程上看160公里。原厂目前更宣布美空军 F2 战机在最新试射中创下该弹最大射程的新纪录。据防务新闻报道，美国太空军司令希斯中将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空军协会航天与网络大会中突发警告称，中国即便不是每天，也是每个月都在增加新能力，将我们的资产于危险下，话里话外都在强调，如果对手拥有比美国更强的太空情报和目标定位能力，并剥夺我们的制高点，那将非常危险。因此，希斯中将强调，美国军方必须继续部署更多情、监、侦等卫星，以保护自家部队。除美国外，太空竞争也越来越受其他国家重视。如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就宣布称，未来5年将投入350亿欧元，强化太空安全等能力，以回应持续加剧的太空竞争与威胁。据 Breaking Defense 报道，佩斯托瑞斯在德国工业联盟举办的太空大会宣布上述的投资案，计划2030年前投入350亿欧元预算，全面提升太空情监侦能力，包含建构一套由卫星群、地面站、发射设施和相关服务组成的强韧太空安全框架，同时加强卫星系统抗干扰能力，与提升所有太空系统的自安防护等。他表示，新投资会用于确保太空运输能力，并建立专责的军用卫星作战中心。至于原因，佩斯托瑞斯强调，俄罗斯近年频繁对德国卫星系统进行攻击与干扰，如在入侵乌克兰前夕对美国卫讯公司的通讯卫星网络发动攻击，导致德国的风力发电机停摆。又或是天空新闻目前指出，俄国卢奇奥林普卫星持续跟踪由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做工德国使用的2颗通讯卫星。法国太空新创公司阿尔多里亚也观察到俄罗斯卫星去年5月突然靠近他国卫星的异常行为，显示俄国在太空领域造成的威胁正日益升高。因此，德国防部要与德国及欧洲产业界积极合作，以落实这项太空计划。目前，亚利安航天公司已宣布已与德军签约，将以重型运载火箭亚利安6号发射2颗军事通讯卫星。其他有 OHB 等多家企业表态，愿与德军合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近期否决了联后对伊朗制裁的决议，因此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将如期于美东时间27日晚间8时重启。目前，伊朗已召回驻英法德大使表示抗议。中时新闻网报道称，之前俄罗斯曾提出决议草案，要求延后半年执行针对伊朗核设施的制裁措施，以便展开谈话。但安理会最终以4票赞成、9票反对未通过决议。加上德法英向安理会曾通报伊朗违反2015年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和协议，要求对伊朗重新施加制裁，并于28日生效。因此，联合国制裁将立即生效，欧盟的制裁预计下周恢复。此外，华盛顿邮报还报道称，卫星影像显示，伊朗近几个月来加速建造了一处原有地下基地，推测其可能未放弃核武计划。在该报的独立分析中，自从6月美国与以色列重创伊朗主要核设施以来，德黑兰当局持续在纳坦兹核设施以南名为十字镐山的地点兴建了地下军事设施，其用途不明，也未曾受到国际稽查人员检查，但该设施可能有79至100米深，比福尔多核设施更深，不排除是进行秘密浓缩铀或储存武器级浓缩铀的地点。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特朗普是否会接受普京的会晤请求？骑虎难下的俄罗斯经济将走向何种结局？而欧盟升级防空任务后，俄罗斯又将作何回应？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